大家好，我们继续来看 2.4， 在 2.3 讲到 separable， 那在 2.4 要讲non-separable， 那 non-separable 非常的重要，因为其实它后面就是叫做量子纠缠。那量子纠缠的观念我们在前面都看到很多人家拍网红讲那个什么量子纠缠，什么薛定谔的猫可是我们 eventually 就是 eventually 最后你要写程式的时候，你必须要能够很明确的把那个数学模式把它表现出来，要不然你在撰写你的这个程式设计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它代表的意涵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开始看看这一段到底怎么样的一个基本现象这样。好，那首先呢我在前面就已经跟各位预告过，就是说有很多的模组它长得是非常的通天就是说常常会出现这样。那我们先看它的一个长相然后呢我再来跑一次程式给各位看这样。它的现在变成两个 channel Q0 跟 Q1 有没有？那在第一个 channel 我们就塞了一个什么哈达玛在Q0 这个 channel 上面就塞一个哈达玛上去。那在 Q0 跟 Q1 上面呢，我塞一个 CNOT gate。那这个都在以前都讲过了就在那个量子计算讲的非常多这样。那只是说那个时候就已经画出图形出来给各位看，那只是说程式码好像还没有跑给各位看这样。好，那我们一样，我们想办法来跑看。好，我们拉过来，拉我们的那一个过来看一下。好，那我就宣告一个框框出来，然后呢我就那这一节程式码只有一个而已，因为要把那个量子纠缠讲清楚，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再讲一次，它是非常重要这个几乎是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样。好，我就把它拉上去。那我先跑完以后我再来解释解释这个程式码代表什么意思这样。好，还不错它就拉出来，就拉出这样出来。好，那我来解释这个程式码解释这个程式码。那所以这一段的话几乎只有一个码就是光这个观念要讲出来。因为当初我在撰写这一节的时候讲说哇，那就一两个指令就完了，可是观念不讲清楚你就完全没有概念。那一样我们在这里的话你可以看到我宣告了两个register然后呢把它 create 出，把这两个 register 挂到怎么样，挂到一个 circuit 上面去这样。好，那这个其实我可以不用乱画我可以用一个荧光笔来秀给各位看，有没有？你看，所以我这边就是这样宣告。那宣告完以后呢，我就在第0个 channel 上面呢挂一个哈达玛上去，有没有？那因为CNOT gate 的话它是四维的四维的那个 operator， 四维的 linear operator 这样所以它就必须要挂在两个空吞 channel 上面一个空吞 channel 是2维，那两个空吞 channel 就是4维这样然后再把它画出来，就刚刚看到的所以这指令在这里面看到那先挂这个再挂这个那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这样那接下去就花很多时间来解释的那解释我们这些种种的变化这样好，来解释这些变化。好，那这个刚刚已经看过了那接下去就是我要来分析这一个东西为什么它非常重要。那其实这个我们后面还会再讲到，它就叫做贝尔态 Bell state 贝尔态，因为贝尔的话他们是很有名这个包括一大堆有关贝尔不等式什么一大堆相关问题都在这几年都一直在发酵那甚至有人得到诺贝尔奖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那当初他们为什么发现这个我们就不知道，这些伟大的这个物理学家那我们就来欣赏一下那我就尽我可能把它讲清楚说明白。所以我就盯住了3个地方，盯住它来分析它的数学行为来看看这个是总共有4个贝尔态那现在目前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贝尔态由它产生出来，就是说这个电路可以产生出来。那这个很明显就是说我们的 Q0 是可以是00，可以是01Q0 跟 Q1 有没有可以10或者11这样那本质上就是这4个的怎么样 tensor product这个各位都很清楚都非常清楚这样那我前面讲过说如何把它达到这4个后面再写程式再来分析这样那这个为什么是这个 non-separable， 后面我来做一个数学证明。所以首先你可以看到，当我在跑这一段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是channel 0
先做一个哈达玛哈，然后呢channel 一没有动，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结果是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来做，有没有？那前面的话很明显的话就是说我们前面都已经讲过，就是哈达玛 gate 把零态变成加态把一态变成什么？就是哈达玛把零态变成是加态，那哈达玛怎么样？把一态变成是减态，那一态的话，那这些符号一定要反复的记起来，因为这个都以后会常用在这个领域里它是常用的一些数学符号所以你一定要反复的把它记起来。好，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等于是这个是我们的什么？这是我们的加态。那再跟我们的零态做什么？再跟我们的零态做 tensor product， 就得到这个结果出来。有没有？所以这个是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先经过第一次的哈达玛的计算之后，然后呢，再往下看，我们再往下看有没有？那往下看的话，那 CNOT gate 我们前面就讲过了。CNOT gate 的话，等于是说，第一个 bit 是什么？第一个 bit 叫做 control bit， 有没有？那如果 control bit 都是0的时候呢，后面的这一个就不会变，有没有？那如果说 control bit 是1的时候呢，那0会变成什么？0会变成是1，那1呢会变成是0，这个在前面讲过了你们就先把它记一下。那这个很清楚它的硬体的变化，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整个我们前面的整个的一个就是把前面的那个计算有没有把它再做一次计算，所以你可以回到上一页去看有没有？上一页最后我们是变成一个线性组合，变成是00跟10因为它已经映射到几维空间去了，4维空间去了所以我们就针对这4维空间，那这个是一个线性组合。那4维空间里面的两个怎么样？两个这是基底里面的两个向量在里头有没有？所以我们就把它做线性组合，因为在这个量子空间里面的这个 quantum gate 几乎都是什么？都是unitary operator， 那它是一个线性算子，所以它满足线性组合的那些相关观念，所以呢你可以把它变成是这个式子然后呢按照前面的00得到00，那10呢变成11所以这个都得到这个结果，再把它做一遍计算出来这样所以这样观念就很清楚，非常非常清楚出来这样那清楚的话呢，我们就来分析它的矩阵计算的结果有没有？所以你还是一样就是说我们一开始的话怎么样？一开始第一层是先做哈达玛跟什么？跟单位矩阵的计算，然后再跟什么？再跟 CNOT gate 的那个矩阵做计算这样那做计算的结果就说我这样做对还是不对呢？因为按照我们的那个数学的计算是要有怎么样右至左所以这个先做第一个 label 那这个再做第二个 label 那这个矩阵表示式我们在前面都已经讲过 CNOT gate 的那个矩阵表示式，所以用纯粹矩阵来做计算的结果也是一样这样所以这个还是什么？这还是空灯。我这边悬空在写的时候，这个就变成这样，写的不好空灯 state。那空灯 state 就是说这些系数的绝对值平方要等于1所以要随时脑袋瓜要 keep in mind 那这样没问题。可是这个电路多出来的东西，它非常重要，就是这个就是刚刚讲过说它是那个贝尔态里面中间的一个态，它总共有4个态那后面我们会再帮各位整理，后面陆陆续续几张会出现那观念都是一样的一个东西，这样要来解释这个东西是不可分解，就是说这个根号1/200根号1/2这个是不能分解。那虽然它在因为4维空间一定可以表成4维空间怎么样线性组合，如果说你还不清楚，我再重新写一遍，它等于怎么样？是00加上这一个0有没有？01有没有？再加上0。这个什么呢？这个是10再加上根号1/2的什么呢？这个11。那我记得我们在那个书里面或很多书都会写，这直接写0这个直接写1这个写2有没有？再加上这一个1 over 根号2，这个写3这样用十进位的方式来排所以各种不同的写法。那
因为在四维空间里面是绝对可以表示它的线性组合，可是这个它没有办法说 which is a 什么 2 qubit 的 state， 那 cannot be decomposed into 2 1 qubit state with tensor product， 没有办法用张量积来表成两个 1 qubit 的那个什么的那一个这一个1 qubit 的两个这个1 qubit 的 states， 好，这个有时候这些名词要开始慢慢统一，好，没有办法变成就，也就是说，四维空间没有办法解构成两维空间的张量积，哦，那没有办法解构成，也就是他们两个二维空间的那两个这个量子态没有办法分离，那是咬在一起，所以这两个这个二维空间的两个什么样？两个这一个这个量子态的话，它们是纠缠在一起哈。也就是说，那如果 suppose 呢，哈，就是说这个要开始证明了哈，是这个我看了好几本课本都有在证明哈，那我也来证看嘿，就是好几本我看他们讲义上都有在证。如果说它可以好，假如说可以被，意思就是说这一个什么，这一个可以被分解成什么两个这个两维向量的那个这个张量积的话呢，比方说他们就可以个别分开的就不用去受这一个。那我们假设说可以那按照前面的那一个张量的那个特性有没有，我就可以做一个分配就变成00系数是 AC 那这个0110这个有没有？那你可以看出它的什么，它的那个系数就有4个系数这样。那因为它等于这个式子有没有？所以做一个系数的比较的话，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数学公式有没有？等于说这个的话就等于根号1/2那这个什么，这个等于根号2/2，那其他两个等于0，就得到这一个联立方程组。好，那一比的话，发现很奇怪啦。以这个式子，第一个式子来看有没有 ？A 不等于0 ，C 不等于。那以第二个式子来看的话 ，A 不等于0的话 ，D 就要怎么样 ？D 就要等于0。那 C 不等于0的话 ，B 就要等于，就是说 C 不等于0，因为我们 A 跟 C 不等于，所以这个时候得到 B 要等于0。可是不对呀，B 跟 D 的话乘起来等于根号1/2的话，怎么可能他们两个都是等于0？所以这个产生什么？产生矛盾，有没有？产生矛盾这样嘿。所以你就可以发现说 ，it make a contradiction， 他们就形成一个矛盾，也就告诉我们说，根号00根号1/2的话，它无法分解成两个二维空间的向量那它们是透过这一个张量积在一起这样嘿，所以等于是说，它们这个四维空间里面蕴含的两个向量，它们是纠缠在一起。这一句话请认真听就是说有两个二维空间的向量就纠缠在一起，那纠缠的现象是变成是四维空间的一个现象，在描述它这样。那两个是谁？我们后面会来讲这样嘿。那我们会用来讲这样吼。那这个讲的话，其实就是刚刚的哈达玛 gate 跟那个什么 Sina gate， 就是两个明明是两维的向量，但是我透过什么样？透过哈达玛 gate 跟 Sina gate 把这两个向量让它变成纠缠向量，变成纠缠态这样嘿。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机制，这个观念非常重要，你要反复的去思索，因为这个整个量子程式设计会大量的使用到这一个观念所以这个所以很明显就是说00跟11这两个组态怎么样？它们是纠缠在一起，它们纠缠在一起这样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这样所以本节的话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量子纠缠量子纠缠就是它叫做不可分解不可分离不可分离这样那请大家同学们呢特别注意这一节你们讲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好，那我们2、4节就先到这边。